Hello，大家欢迎来到 Yes Life。这支视频我来跟大家分享1岁半宝宝的各个方面的发展，跟适合1岁半宝宝玩的一些蒙特梭利教具跟一些 DIY 的小游戏。主要是想给大家 update 一下，我最近又添加了一些什么新的玩具跟新的活动。这支视频分5个部分跟大家介绍蒙特梭利活动。一是1岁半宝宝手眼协调能力。首先，我们来讲一讲如何锻炼1岁半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。那18个月的宝宝手眼协调已经越来越好了。雅雅他们现在这样子抓食物的，很兰花指的。最近有给他们 DIY 一些新的，就是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的活动，比如说这个将木棍放进奶粉盒里面，它是之前 Coinbox 的一个进阶版。现在宝宝还需要就是把这个盖子给打开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放进去。我宝宝还蛮爱玩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DIY 的这个拉拉链的活动，就是拿了一个透明的袋子这样子，里面装了一些照片，让宝宝有动力去打开它。然后还有这个。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会看到很多网上都有讲过，那用它来穿这些装碗筷的这些桶里面，它的玩具版应该就是那个毛毛虫吃苹果的那个，因为这个毛线棒的用处还蛮多的，而且很便宜。如果你家里有珠子，或者是有 pasta 可以来当珠子，可以用来给宝宝就是穿东西的这个活动。这个线呢会比普通的线要容易穿的多。那接下来就是毛毛球，我用这个毛毛球 DIY 了很多蒙氏的活动，比如说你把这个毛毛球放进这个打蛋器里面，如果你没有毛球可以用棉花来代替了，当然，然后你就让宝宝把这个毛毛球从打蛋器里面拿出来，然后还有颜色分类的这个活动，就是让宝宝把那个毛毛球放到对应的颜色的信封里面。蓝色，对，绿色，黄色，对，绿色，对。前段时间给宝宝买的这个蒙特梭利 sorting 圆柱体分类的一个活动，如果大家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对我宝宝来讲还是有一点点难，有时候放不好，但是这个已经可以给宝宝他们玩了。一般你开始的时候可以给他先玩1排，然后慢慢的再增加这样。这个游戏是很适合宝宝就是锻炼手指的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就是你把杯子放在这里，然后我这里有放一些橡皮筋，让宝宝锻炼他们就是把橡皮筋糊到这个杯子上面，还蛮 challenging， 但是很有意思。最近我们就是会玩的一个活动。我在上一支视频有跟大家讲过，我宝宝他们那时候很爱就是自己转这个水瓶这样打开，然后跟关上。当时他们还不是很会做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可以自己打开，它什么瓶盖它都可以打得开。他们还是会用这个水瓶来做一些活动，比如说我 DIY 的就是一个类似像保龄球一样的，你就把这个瓶子放成三角形这样子，就可以这样子。那18个月的宝宝已经可以开始区分颜色了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可以教宝宝颜色的活动，比如说你可以给宝宝科普哪些东西是什么颜色，你也可以给宝宝读一些就是关于颜色的书，或者是 DIY 一些就是关于颜色的游戏这样子。那像我买的这些物品，你可以教它颜色，这些书里面有教颜色的，还有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毛毛球颜色分类的那个游戏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蜜蜂的分类的这个游戏，而且它还可以锻炼手眼协调能力跟手部力量。那还有就是我这几天刚做的一个这个水果分类的游戏，就是把对应颜色的水果的夹子夹到这个颜色卡片上。这个游戏你可以让宝宝就是锻炼使用夹子，然后还有就是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跟手部的力量。最后你还可以给宝宝玩一些比较 creative 一点的，比如说像艺术类的活动，像画画，然后还有这些也是可以教宝宝颜色的。然后这个 pounding 的它也是，就是让宝宝接触多一点颜色，然后你每次他们接触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你都教他这是什么颜色这样子。那我最近有 DIY 一个就是画画的活动，就是把水
放到滴管里面，放到这个滴管里面，然后再加几滴食用色素，然后用吸管来画画，还蛮有意思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用毛毛球来画画，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，它是我画的一些就是不同颜色的圈圈，那你就可以用那些毛毛球让宝宝把它们放到这个对应的颜色上面。那这个游戏是可以教宝宝分辨颜色这样子，然后跟这些准确度、手指的精确度。21岁半宝宝语言能力。还有就是关于锻炼宝宝语言能力，宝宝18个月的时候是他们的语言爆发期。我最近一次我有听到妹妹说妈妈抱抱，我真的超惊讶的，她已经可以说2个就是连起来的词，就是连在一起读这样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让宝宝接触更多的语言，比如说我们每天给宝宝读书啊、唱歌啊，这是我们的 language corner， 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关于语言的一些教具这样子，教他们一些身体部位啊、颜色啊、动物啊什么的等等的单词，而且要经常的重复，用一些 language basket， 像这种动物的还有水果的来帮助他们就是学习单词。不好意思，嗓子有点哑。那更多关于宝宝语言活动的内容，请看这支视频。我还有给宝宝买，就是这个动物的拼图。之前一直都是用这个，现在这个对他们来讲很简单，但是这个就是非常有难度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给宝宝引进这些动物的拼图，最好是先从5个 object， 就是5个动物开始，然后再慢慢的增加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3是1岁半宝宝大肢体动作。那当宝宝他们已经可以开始走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开始很快的尝试新的东西，看看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大可能到哪里，他们会尝试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。那你家里要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搬，而且他们还会想要跑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现在会让他们帮我把水瓶放到柜子里，或者是收拾玩具这样，或者是提一些轻点的东西。那前一段时间我有给宝宝买这个篮球架呢，那个篮球架他们也蛮喜欢玩的。在这里篮球架，然后它还可以当滑梯用，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到宝宝的大动作的。还有这个 pounding 的玩具，这个玩具1岁的宝宝就可以开始玩。我买的这个它比较难垂下去，所以到现在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个锻炼到他们的手臂力量。那再来就是 DIY 的这个魔术贴的这个活动，我就是用一个纸片，然后上面贴了一个魔术贴，然后跟积木这样子，可以锻炼到他们的手指跟手腕，你看，对吧？肌肉运动。4是1岁半宝宝日常生活活动，然后接下来是蒙特梭利的日常生活活动。大家如果还没有看我这支视频的话，请记得去看一下，里面介绍了很多就是1岁宝宝可以做的日常活动。宝宝他们已经比较好的掌握一些就是简单的只有1个步骤的活动之后，我们可以慢慢的给宝宝做一些更多步骤的活动。最近我跟宝宝做了一个新的日常生活活动是洗盘子，然后还有擦玻璃，这些都是很容易 set up 的活动。这个清洁的工具，对，他们每天都会拿着这个尝试打扫家里，所以我每次看到都还蛮欣慰的。5是1岁半宝宝社交能力。接下来是宝宝的社交能力。1岁半的宝宝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他身边人的存在了，特别是我们家是双胞胎嘛，以前他们小的时候还可以同时玩不同的玩具，不会太打扰到对方，但是现在就是会很容易想玩同一个玩具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多用语言引导孩子，让他们知道，就是如果他们有礼貌的话，是可以帮到另外一个人，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开心的。比如说，如果宝宝他会玩完玩具之后会有收拾，下一个人用的时候就会因为你有收拾好而得到好处，节省了他的时间，这样子可以引导宝宝，帮助他们从小就不会因为只是受到表扬才有礼貌，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帮助别人而去做这件事情。1岁半的宝宝他们喜欢熟悉的日常时间安排，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。除了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之外，我们也应该要让宝宝在生活当中都有规律起来。比如说玩具就放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可以给宝宝装梳妆台啦，让他们知道去哪里拿衣服、拿尿片，装一个书架啦，这样子让他们知道去哪里找书等等。总的来讲，就是要 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。Hello， 鸡鸡们，你们信？大家感恩节快乐吗？说到感恩，我真的超级感谢你们一直
直在看我的视频，特别是有那些有帮我点赞、留言跟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一定会加油出更好的视频给你们看的。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，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